我叫金元宝，我的身后正有一群丧尸追我。事情是这样的，沙雕历2022年，丧尸病毒忽然爆发，席卷全球，70%的人类变成丧尸，剩下30%的人，大多数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但是随着家里的水和粮食被吃喝完，不想饿死就得出门寻找食物。我就是出来找食物的，没想到刚出门就遇到了一群丧尸。由于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跑了没多远就没有力气了，已经逐渐的被丧尸包围。一旦被他们包围，我的下场只有两个，一是被他们给分尸吃掉，二就是变成跟他们一样行尸走肉的怪物。他们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我一咬牙一狠心，点燃了旁边的汽油桶，选择了跟丧尸同归于尽。在爆炸跟火焰中，我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竟然发现我在我家的床上躺着。卧槽，我竟然没死！我有点不敢相信的给了自己一巴掌，脸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我更加高兴了，知道疼那就说明我还活着。不过在我看到日历后，我的心情又沉重了下来，因为明天就是病毒爆发的日子，也就是说我的好日子只有今天一天了。所以我要趁着这一天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应对明天爆发的丧尸病毒。首先食物必须要充足，我连忙跑到我家楼下的超市，把超市里的食材基本上都搬到了我家里，尤其是像方便面、火腿肠、矿泉水这种保质期长的食物。不过光解决食材还不行，其他方面也得做足准备。要知道病毒爆发半个月后基本上就停水停电了。想到这，我又买来了一大块太阳能充电板和许多备用电池跟发电设备，剩下的就是武器了。现在还是法治社会，枪炮什么的基本上就不用想了。不过弓弩跟砍刀在黑市上还是能买到的。说干就干，我打了辆车就来到了黑市上，晃了好半天，东西差不多都买齐了。一把尼泊尔军刀用来近战防身，一把大砍刀用来杀丧尸，因为丧尸只有砍掉脑袋才能彻底被杀死，一把弓弩用来远距离射杀丧尸跟人类，再就是500支箭矢。这些东西虽然不多，但是也基本上把我的信用卡刷爆了。但是想到以后就不用还了，我的心情好了很多。雇了一辆车把东西都运回了家里，天也已经黑了。忙活了一天，我早就饿得不行了。我走出家门，来到饭店，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菜都点了一份，想着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享受这些美味了。吃完后，我又打包了一份回到了家中，把门反锁好，躺在床上，静静的等待着过了晚上12点后病毒爆发。时间越来越接近，我的心跳的也越来越厉害。就在时间刚刚好到12点的时候，楼下传来了惨叫声和汽车相撞的声音。我重重的叹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呢喃了一句：末世来临了，这次我要好好活。我叫金元宝，在丧尸病毒爆发之前，我储备了大量的物资跟武器，一直在家里苟着。虽然不能出门活动，但是好在不愁吃穿，而且现在只是丧尸爆发的前期，网络跟水电还没有断。我这几天一直是吃饱了睡，睡醒了在屋里练习大砍刀跟弓弩，以防以后遇到丧尸之后手忙脚乱。再就是上网看看新闻，了解一下现在外面的情况。各地的官方已经紧急成立了避难所，把没有感染的平民都召集保护了起来。不过因为物资不足，目前是集中生活，集中吃饭，无数人挤在一起睡觉，而且一天只有一顿饭。还有就是有一些私人组织成立的联盟，打的旗号也是保护弱者。不过根据我上一世的经验来看，这些私人组织就是以前的黑势力，或者是大公司集团，联盟里完全就是弱肉强食，普通人去了之后只有被压榨的命，他们甚至比丧尸还恐怖。看了看这些联盟跟避难所的报道后，我摇了摇头，反正我现在物资还充足，不用去管这些。下面就是一些幸存者在网上发的求助信息了。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也顺便看了看，有指责官方不去就救援的，有骂自己被人抢走物资的，有被人劫色的等等。看了看后，我不禁摇头，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在网上抱怨这些根本就没有用。
就在我想要关闭电脑，再练一会大刀的时候，一条帖子忽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的标题是杀了丧尸后，我觉得自己的力量变强了。下面他就详细的描述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在他杀死丧尸后，有一股说不清讲不明的力量从丧尸身上进入了他的体内，让他因为杀丧尸而累脱力了的身体快速的恢复了体能，而且他感觉他的力量比之前还大了一些。看到这些，我的心里怦然的动了一下，因为上一世的时候网上就有这个传言，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可是做到杀丧尸后获得力量，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试试，就跟丧尸同归于尽了。今天有点晚了，我决定明天出门看看，找个落单的丧尸干掉，看看能不能获得能量。第二天早上，我早早的吃过东西，拿上我的装备后，小心翼翼的打开了门，看了看，首先确定了一下我们楼里没有丧尸，然后轻手轻脚的往外走去。外面的街道没有了以往的喧嚣，寂静的可怕，只有几辆撞报废的汽车还在冒着烟，地上有零星的血迹，不过没有尸体了，估计是被丧尸给吃掉了。再次穿过一个路口后，看到不远处还有几只丧尸在游荡，就是你们了。我拿起狙击弩开始瞄准，一箭射出，直接命中丧尸的头颅，把他钉在了地上。他挣扎了没2下就不再动了。稍后我就感觉都有一小股能量进入了我的体内，让我浑身上学一阵舒泰。就在我一愣神的功夫，另外一只我没射的丧尸快速的朝我这边跑来，而沉浸在力量提升中的我根本就忘了这一切。就着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阵汪汪汪的狗叫把我拉回了现实中。我干掉了一只丧尸，果然有一股能量进入了我的体内。就在我享受力量提升的快感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另外一只丧尸竟然向我扑了过来。在我即将被丧尸近身的时候，我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狗叫，把我的意识拉回了现实中。睁眼就看到了眼前的丧尸，我了个大草！现在丧尸距离我这么近，狙击弩显然是起不到作用了。我连忙丢掉狙击弩，后退一步，顺势抽出了身后背着的大砍刀。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家练习的刀法也起到了作用，退后立定，拔刀腰马合一，全身的力量快速的汇集到握刀的手臂，猛地朝着眼前丧尸的脖子砍了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我这一套动作在家里苟着的时候早就经过了千锤百炼，再加上刚才吸收了一只丧尸的能量，我的力量也大了一点，这一刀竟然直接把丧尸的头颅给干了下来。丧尸的身体还在原地站立，他的头颅已经飞出很远，落在地上滚了好几圈。紧接着又有一股能量进入了我的体内，我也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刚才远距离用狙击弩干掉丧尸，我心里的冲击力没有这么大，但是这近身作战干掉一只后，让我有了一种刚刚被我干掉的是一个人的感觉。这时候一只小狗跑到了我的身边，用它的小脑袋蹭了蹭我，刚才就是它的叫声救了我一命。我一把把它抱在了怀里，对着它说道：小家伙，刚才真是谢谢你了，多亏你救了我一命。汪汪汪！这小狗仿佛是能听懂我的话，它叫了2声，算是回应我了。不过紧接着我就听到了它的肚子传来一阵咕噜声，估计是饿了。我把它放回到了地上，说道：你饿了啊？那你跟我回家吃东西去吧，正好我一个人在家也比较孤单，你以后就住在我家吧。汪汪！小狗又叫了2声，我竟然能清楚的感觉到它同意了，而且还挺高兴。就这样，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我。我说道：既然这样的话，那我给你起个名字吧，我叫金元宝，你以后跟我姓就叫你金币吧。汪汪汪！带金币回家后，我给他拿了几根火腿肠，然后又倒了一袋牛奶给他吃，而我则是又来到了电脑前查网上的信息，看看还有没有别的网友干掉丧尸后获得能量的。因为刚才在我干掉第2只丧尸后，虽然同样有一股能量进入我的体内，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力量有所提示，身体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就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发现我的身体比之前轻盈了一些，走路什么的快了不少。果然在我翻找之下，又有几个幸存者干掉获得能量的帖子被我找了出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原来这些丧尸的能量分为好几种，有的是增加力量，有的是增加敏捷，有的是增加视力，更有甚者竟然增加饭量。而且在这些能够杀丧尸获得能量的幸存者发布的信息留言下面，几乎都有组织或者官方邀请他们加入。就在我看这些信息的这时候，忽然有一阵敲门声传来，我下意识拿起了一边的尼泊尔军刀。金币不再吃东西了，也来到门口，死死地盯着门看。我干掉了2只丧尸，带着金币回家后没一会，竟然听到有人敲门。我下意识地拿着尼泊尔军刀来到了门前，金币也盯着门低吼。透过猫眼看去，我看到有一男一女2个人站在我家门口。我低声问道：“什么事儿？”女人听到我的回话后，脸上一喜，说道：“你好，我们是你的邻居，能不能先让我们进去？我的身体已经让丧尸能量强化过2次，就算他们2个进来后想对我不利，我也能制服他们。所以我想了一下后，收起了尼泊尔军刀，打开了门。2人一进门就被我堆放在客厅的物资给震惊了，4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食物好一会后，女人才对我说道：“是这样的，我们家的食物昨天就吃完了，今天刚好从猫眼里看到你，想着来跟你借点食物。毕竟远亲不如近邻，你有这么多食物，我想你不会拒绝吧？”不等我开口说话，这女的又紧接着说道：“如果你不愿意借的话，我们也可以买，多少钱你说了算。”听了她的话后，我皱了皱眉头。按道理来讲，这女的说话还算是客气，而且我储备的食物也很多，给他们一些也是没什么。但是我如果一旦开了这个口子，他们2个吃完这次后，下次还会来找我要吃的，总这样下去也不行。还有就是我在他们2个的身上能感觉到若有若无的敌意。我摇了摇头说道：“很抱歉，我不能借给你们食物，而且我也不会卖。难道你就这么狠心，让我们2个在家里饿死，或者是出去找食物的时候被丧尸给吃了吗？我们毕竟是邻居啊。”这时候他旁边一直没有说话的男人忽然目露凶光，不耐烦地说道：“跟他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既然他不给，那我们就抢。”说着，男人从衣服后面拿出了一把菜刀，对着我比划道：“小子，这是你自找的。”说着就挥刀朝我砍来，我连忙后退躲过，顺手抽出了那会儿藏起来的尼泊尔军刀。有了2次干掉丧尸经验的我，直接一刀就砍在了男子握刀的手腕上，他连手带刀，直接就被我给砍了下来。男子握着自己没有了手的胳膊，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这一切也把我吓了一大跳，因为拔刀挥刀这都是我下意识的反应。直到把他的手砍下来后，我才意识到我眼前的是一个人，并不是丧尸。女的看到自己男人受伤，边扶着男人边发了疯似的对我吼叫：“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们只是想要点食物，不被而死而已，我们有错吗？”这女人的话也彻底激怒了我，只是想要食物会拿着菜刀来我家，而且她先拿刀砍我的事儿怎么不提？别说现在是末世了，即便是法治时期，我这也算是正当防卫。我指着门说道：“现在立刻马上从我家消失，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女人转过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这才不甘心地扶着惨叫的男人离开了我家。我把门反锁好后，发现那个男人的手和菜刀还在我家地上，不过开门给他们送过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们也接不上，而且我也没有这么好心。一不做二不休，我直接打开窗户，把这恶心人的东西从窗户上丢了出去。恶邻居来家里抢食物，被我砍伤后轰走了。解决了这个麻烦后，我又开始了练习刀法。傍晚时跟金币一起吃过了饭后，上网看了看最新信息，我就睡觉了。可是当我睡到半夜的时候，忽然被金币的叫声给吵醒。我连忙从床上下来，看到金币正在死死地盯着门口。我心中疑惑地想着，难道是那对讨厌的情侣又来了？我轻手轻脚地来到门口，透过猫眼看去，竟然看到了几只丧尸在楼道里游荡。估计是我白天的时候把那个男的砍伤后，他流出的血引来的。虽然这些丧尸没有主动攻击我家的门，但是门外有这玩意在，我也没了睡意，就这样跟金币一人一狗坐在沙发上，
随时听着门外的动静，直到天亮后，这些丧尸才离开。熬了一夜的我，这才回到床上睡觉。因为楼道里有了丧尸出没，我害怕我家附近会有大批的丧尸活动，所以也就没有出门找刺激。这几天的生活就是练刀、吃饭、上网、睡觉。不过我那2个邻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天他们2个回家后，男的流了很多血，再加上最近也没有吃什么东西，所以没有看到第2天的太阳就挂掉了。女人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在家里疯疯癫癫的待了2天。后来实在是忍受不了饥饿，再加上也想明白了一些事情，所以她做出了一个非人类的决定，拿刀把男人分尸后，竟然吃了起来，边吃边流泪，心中狠狠的发誓，一定会找我报仇。不过这一切我都不知道而已，还是天天在家练刀、吃饭、上网、睡觉。这天我练完刀上网的时候，看到了几条关于大聪明集团的帖子，是有关于他们集团开始派人出来搜寻幸存者的消息，而且他们有的人还配有枪支，被他们找到后都会被带回他们联盟。网友们都在呼吁官方出来管一管这大聪明集团的做法。就在我正看这些帖子的时候，我忽然听到了楼道里有人说话，是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声音，而且这女人的声音我听着还挺耳熟。我连忙来到门口，透过猫眼查看，就看到前几天来我家抢食物被我赶走的那个女人，竟然跟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我家门口。不过并没有看到这个女人的男朋友。其中一个西装男问道：“是这家吗？”女人连忙点头说道：“是的，就是他家，他家里储备了好多食物，还有武器。”男人点了点头，然后在这女人的屁股上摸了一把，骚笑着说道：“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就立功了，跟我们回到联盟以后，直接跳过5等成员，直接升级为4等成员。”这女人也不躲避，任由这个西装男的咸猪手在她身上游走，反而还露出了一副很享受的表情来。其中一个西装男开始敲我家门：“你好，我们是大聪明集团的，现在来邀请你加入我们成立的大聪明联盟，请你开门。”大聪明集团我是肯定不会加入了，别说网上对他们的评价都是负面，就算是正面的我也不会加入。就算一定要加入一个组织的话，那我也只会选择官方。我连忙回到卧室拿来了狙击弩，然后这才回答道：“你们走吧，我并不想加入你们的联盟。”女邻居投靠了大聪明集团，然后带人来到了我家门前，并且说了我家有大量的物资，想要借助大聪明集团的力量干掉我。大聪明集团的人以邀请我加入联盟为借口让我开门，不过被我严词拒绝了。我拿着武器在门口守着，以防止他们破门而入。外面的人显然是有点愤怒了，语气不善的继续说道：“小子，既然你不是好歹，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完后，他们就开始了踹门。我家就是普通的防盗门，在这2个大汉攻击下，2、3下就被他们踹开了。不过他们冲进来之后，看到我就拿着狙击弩守在门口瞄准，一时间愣在了原地，不敢再往前。另外带头的男人见我有狙击弩，他也连忙掏出了一把手枪来，指着我说道：“小子，把你手里的弩箭丢了，要不然我就开枪了。”我冷笑的说道：“我敢保证，在你开枪的同时，我的弩箭会插在你的脑门上，而且枪声可能还会引来附近的丧尸，到时候你们也走不了。如果不信，你可以试试。”领头男人的脸色有些难看。我们就这样对峙了好几分钟，我的手心都有些出汗了。这时候我的女邻居说道：“大哥，他手里的只是弓箭，肯定没有你的手枪快，你快开枪打死他，然后我们赶紧走，引来丧尸也不怕。”领头的主管听完我女邻居的话后更加生气了，他收起枪狠狠地扇了女邻居一巴掌：“闭嘴贱人！”然后又转过头对我说道：“小子，算你狠，我们大聪明集团不会放过你的，我们走。”说完他们就离开了。女邻居又回头恨恨地看了我一眼，这才小跑的追了上去：“大哥，你等等我！”直到他们的身影完全离开了我的视线，我才松了一口气。关好门后，我的心里有些沉重，看来我家里是不能待了。以大聪明集团的德行，跟刚才这个带头男人说的话来看，
他们很快就回来找我报复的，而且再来的话就肯定不只是他们3个人了，我得抓紧再找一个新地方住才行。还有就是力量的提升，我既然决定不加入任何组织的话，那就必须得多杀丧尸来提升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自己。想到就做，我整理了一下装备，然后带上了金币就出门了。找房子的话，肯定不能在我家附近这里找，得相对远一些。如果还在这附近的话，他们稍微排查一下就能找到我。我边想着这些事情边走路，这时候一直走在我前面的金币忽然停了下来，死死的盯着前方低吼。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远处有2只丧尸围在一辆越野车的旁边游荡徘徊，仔细看去，发现那辆车里竟然还有人。正好我也要找落单的丧尸来提升能力，我连忙往前跑了一段距离，用狙击弩瞄准了一个丧尸的脑袋，扣动了扳机，一箭命中丧尸，应声倒地。另外一只丧尸也注意到了我，竟然放弃了车里的女人，朝着我这边冲来，而且速度也比普通的丧尸快得多。我现在续箭再瞄准的话，可能来不及了。我连忙丢掉了弓弩，换上了我已经练得如火纯青的大砍刀，也朝着丧尸冲去。飞身跃起，挥刀落地，一气呵成。在惯性跟我的臂力双重作用之下，这个明显比普通丧尸强一点的家伙，被我砍掉脑袋后，往前又冲了一段距离，这才倒下。逼走大聪明集团的人后，我外出寻找新根据地，正好遇到了2只丧尸围在一辆越野车旁边，车里还有一个女人。正好我也要杀丧尸提升能量，所以就顺手解决了。当我干掉了这只稍微强点的丧尸后，我明显的感觉到有一股比之前大1倍的能量进入了我的体内。不过这股能量并没有增加我的力量，还是增加了我的速度。我觉得我现在的速度如果全力奔跑的话，能达到50迈。不过我的力量和耐力并不能支撑太久，不过用来逃命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至少不会像上一世那样被丧尸群给围住。车内的女人刚才目睹了我3两下就解决了这2只丧尸，尤其最后我跃起砍下丧尸脑袋的那一幕，把他整个人都震惊住了。他连忙从车上下来，跑到了我的身边，有些激动的对我说道：“你真是太厉害，太帅，太酷了！尤其是刚刚那一刀，像武林高手一样。”因为我还要急着找新的根据地，虽然她长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想跟她多纠缠。说了声谢谢，就转身载着金币就走开了。这女人表情明显有些诧异，她盯着我的背影看了好几秒，这才一咬牙追了上来。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刚才那么夸你，你不得客气一下吗？你说的是实话，我为什么要客气？这女人又被我的话噎了一下，脸色更加难看了，不过还是追在我后面，气鼓鼓的说道：“你作为一个大男人就不能绅士一点吗？”我停下脚步，转头对他的说道：“绅士的话，你留着跟丧尸说吧，我还有事先走了。”说完我就加快了脚步。你别走，别丢下我一个人，我求你了。原本已经下定决心不搭理他的我，听到这喊声后，还是不由自主的停住了脚步。等他哭着追上我后，我问道：“说吧，你有什么事？”我是家里没有吃的了，我开车出来找食物，但是车开到这里没有油了，又遇到2只丧尸，我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了。我了后想了一下，问道：“你家房子大不大？在哪里？”女人愣了一下，还是下意识的回答道：“我家在西山华府。”西山华府是数1数2的富人区，哪里都是别墅，所以人口相对来说比较稀少，正好符合我想象中根据地的条件。我可以保护你，而且我也有吃的，不过条件是我要住你家去。这女人听了我的话后，脸色有些发红，显然是想到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看到她的反应，我皱了一下眉头说道：“不愿意就算了。”说着我转身就要离开，她见我要走，咬了咬牙说道：“行，你可以去我家住，但是你得答应我，你不能用强，得我自愿的时候才可以。”神经病！我嘀咕了一句后说道：“好，那我们先去找加油站，弄点汽油，还得开着你这车拉物资。”杀丧尸的时候顺便救了一个女人，没想到她却缠上了我，正好我也需要她家别墅来做新根据地，
也就答应了下来。在我们去加油站的路上，互相自我介绍了一下。他叫王可欣，父母都在国外做生意，独自一人在国内生活。丧尸爆发后，他尝试联系过几次他的家人，不过都没有联系上。我估计不是变丧尸了，就是被丧尸给干掉了。由于我之前的工作原因，所以我对地图比较熟悉。没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加油站，而且在这个加油站里还有一个便利店，不过这里早就没有了工作人员，而且地上还有血迹跟战斗过的痕迹，看来这里应该被人洗劫过。我连忙上去检查加油机，而王可欣则是快速的冲进了便利店，不过没一会的功夫就一脸失望的走了出来，里面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几个空饮料瓶子。这个结果我早就猜到了，幸好加油机没有坏，里面的油量也充足。我找来汽油桶后，忽然想到，现在有汽油有瓶子，如果再能找来一些棉布的话，那我完全可以做一个简易的燃烧瓶了。想到就做，我让王可欣在这里加油，我自己则是来到便利店内，把瓶子都拿了出来，还顺便把窗帘都给扯了下来。材料齐了，我不由得意的大笑了几声。王可欣不解的问道：“你拿这空瓶子有什么用啊？”我边跟他解释燃烧瓶的作用，边动手制作了起来。他听了我的解释后，在一边满眼崇拜的看着我。没一会儿功夫，我就制作完成了，油也加满了，把我燃烧瓶像棒炸弹一样绑在了我的身上。幸亏我的身体经过强化，要不然这又是刀又是弩，再加上这些燃烧瓶都能给我累够呛。不过虽然我不累，也拿得动汽油桶，但是我还是让王可欣拎着，要不然什么都是我拿，他就太轻松了。回去的路上，我跟金币在前面走，王可欣在后面艰难的拎着汽油桶跟着。不过走着走着，金币再次停下预警，他猛地调转过头去，冲着后面的王可欣低吼。他这一举动让我很不解，因为之前几次都是遇到丧尸的时候，金币才会这样。就在我疑惑的时候，忽然发现王可欣身后的路口出现了几只丧尸，而且他们的数量还越来越多，粗略估算一下得有40-50只的样子。我连忙跑向了他，拉着他就往前跑去。同时这一大波丧尸也发现了我们，原本行动缓慢、漫无目的的他们，仿佛是饿狼发现了猎物一样，快速的朝着我们扑来。我拉着王可欣，而且他还拎着汽油桶，倒是速度比平时慢了不少。眼看丧尸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如果这时候我丢下他，自己运足全力奔跑的话，以我被强化过2次的速度，这些丧尸就算是跑死也追不上我。但是我犹豫了一下，松开了王可欣的手腕，吼着对他说道：“我从这里抵挡他们一会儿，你现在马上去给车加上油，一会我去车上找你。”王可欣不知道是不是被丧尸被吓到了，他站在原地并没有行动，气得我猛地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吼道：“快去！”然后我就再也没管他。看着这些远处的丧尸，我拿出了一个燃烧瓶，点燃后朝着他们就投掷了过去。嘿，畜生们，让你们看一个好玩的！我和王可欣去加油站找汽油，没想到回来的时候遇到了大批丧尸，幸亏我提前制作了一些燃烧瓶，让王可欣先去给汽车加油，我则是留下来用燃烧瓶对付这些丧尸。这些丧尸被我连续2个燃烧瓶烧得吱吱作响，最前面的一批已经摔倒在地，失去了行动能力，倒在地上挡住了后面丧尸前进的道路。我又丢了2个燃烧瓶，这才带着金币往汽车那里跑去。到的时候，王可欣刚加好油，他看到我过来，明显表情轻松了不少，不过四肢还是抖动的厉害，车是开不了了，只能我来开。凭借我脑海里那些飙车的电影画面，快速的绕过丧尸群，来到了我家楼下。因为担心还会有丧尸在附近出没，或者大聪明集团的人来找我麻烦，我让王可欣打开后备箱，把后座都放倒，然后我用最快的速度把我家里的物资都搬了下来，再次启动汽车离开了我家附近，我的心情才放松了下来。发现王可欣正在拿着零食吃得开心，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很快就来到了西山华府别墅区。不过就在我们进入小区大门的时候，
我忽然感觉到门口的保安厅里有目光在看我，不过在我看过去的时候，那里却一点动静都没了。我以为是错觉，所以就没太在意。开车来到王可欣家楼下后，我才反应过来一件事，我刚才用燃烧瓶干掉了那么多丧尸，为什么一点能量都没有增加呢？难道是烧丧尸的时候连同他们体内的能量一起都给烧掉了？而我不知道的是，就在我离开没多久后，那些已经被我烧成灰烬的丧尸中，竟然有3只丧尸站了起来，而且他们的身体都是暗红色的，感觉力量、速度等都比一般的丧尸强了不少。他们在原地站了一会，然后都各自分开离去了。打开门后，我把物资都搬了进来。王可欣脸红红的对我说道：“之前咱们说好了，你不能强迫我，得我自愿的时候才可以，所以你住1楼，我住2楼。”说完，他就快速的上了楼，然后砰的一声就关上了房门，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有下来，估计是在车上的时候吃饱了。我也没有叫他。吃完饭，我刚躺下没一会，就听到了细微的开门声。我以为是楼上的王可欣饿了下来吃东西，也就没有注意。不过金币却低吼的跑了出去，然后就汪汪汪的大叫了起来。我感觉事情不对，也拿上弓弩来到了客厅，竟然看到金币正在对着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大汉狂叫，而这个保安则是怀里抱着一箱我的方便面，焦急的驱赶着金币。不许动！我连忙用弓弩瞄准了他。虽然他是人，但是我深知在这末世，人心比丧尸更可怕。如果他敢稍微有一丝反抗的话，我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扣动扳机。他看到有人出来，而且还正在用弓弩瞄准这他，吓得他连忙丢掉了手里抱着的方便面，把双手高高的举了起来，然后大声的求饶道：“大哥，不要杀我，我就是西山华府的保安。那会儿看到你们开车拉着食物进来，我就想来偷点吃的，并没有别的什么坏心思，而且我也是被逼无奈的。干掉丧尸会有能力强化本身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大哥？别人都是增加力量、速度、视力啥的，而我增加的却是饭量。不吃东西我就饿得难受。刚搬到新根据地，半夜就有人来偷食物，幸好被金币发现，而且这个人竟然就是之前在网上发布求助信息，说自己干掉丧尸后增加饭量的开朗网友。楼上的王可欣也被他的求饶声惊动，打开了房门，看清楚情况后，他先是一惊，后来有点疑惑的问道：“你是小区的保安？”这家伙看到王可欣后，仿佛是看到了救星一样，他连忙激动的说道：“对，我是保安李三，之前您搬过来的时候，我还帮忙搬动了呢，您还记得？我实在是太好了。”王可欣也来到了1楼，然后我把李三偷方便面被金币抓住的事情说了一遍。李三红着脸，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有些手足无措的跟王可欣解释道：“不好意思，王小姐，我实在是太饿了。”说着说着，他的肚子竟然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这让他更不好意思了。王可欣并没有帮李三求情，他看了看我，意思是让我自己做决定。我想了一下后，就把弓弩收了起来，因为看着这家伙憨憨的样子，我实在是扣动不下扳机。而且王可欣也认识他，我也在网上看到过他发布的帖子。我问李三道：“你一共干掉了几只丧尸了？真的是干掉后饭量增加，没有强化别的能力？你为什么不出去找食物？”他犹豫了一下说道：“我干掉了3只丧尸，除了饭量以外，还有一个能力，不过我不确定这算不算是被强化的。在我遇到第3只丧尸的时候，由于我太饿了，没有什么力气，竟然被他给咬伤了。我干掉他后害怕极了，怕我自己也变成丧尸。但是过了1晚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我胳膊上被丧尸咬的伤口竟然也愈合了，只留下了一个浅浅的印记。”说着他还撸起衣服给我们看了看他的胳膊，还真是只有一个浅浅的印记。然后又有些害羞的说道：“原本我看到王小姐开车离开后，我也打算去投奔大聪明集团去混饭吃的，不过他们不接收我。”听完他对自己的介绍，我有些震惊，被丧尸咬伤后竟然没有变成丧尸，难道这家伙基因突变了？但是看样子也不像啊，如果有科学家用他的基因来研究疫苗的话，
那应该有很大概率研究出克制丧尸病毒的疫苗。想到这里，我决定把他留下来。幸好他没有在网上公布他被丧尸咬了以后没变异的事情。如果公布了的话，别说大聪明集团了，就算是官方也得派人来把他强行带走。他的肚子又咕噜咕噜的叫了起来。既然决定了收服他当小弟，那管饭是肯定的。我说道：“先吃东西吧。”我们边吃边说。来到厨房，在我的授意下，王可欣一次帮他煮了10袋方便面，满满的一大盆，没想到被他3两下就吃完了。我问他饱了没，他有些尴尬的说道：“只是半饱，如果能再来2包就更好了。”我和王可欣听了以后都满头的黑线，就连一旁的金币都有些不高兴的叫了几声。李三的体质特殊，被丧尸咬伤后竟然不会变成丧尸。考虑到以后的一些事情，我决定把他留下来。不过这家伙的饭量实在是太大了，吃完了10袋方便面后还没吃饱，没办法，我又让王可欣给他煮了2袋子。在吃饭的时候，我对李三说了我想收他做小弟的事情，他很欣然的答应了下来，并且表示只要管吃，以后再遇到丧尸，他会拼命的保护我和王可欣。吃完饭后已经半夜了，我把李三安排在了我隔壁的房间，就回到自己房间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后，还是王可欣下厨做的饭，不过李三实在太过于能吃了。按照他这个吃法，我储备的食物超不过10天就会被他给吃完。于是饭后我问李三道：“你是西山华府的保安，对这里的情况肯定熟悉，这些别墅里的物资你都去搜寻过了吗？”李三听了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都搜寻过了，里面的食物要不就是变质了，要不就是被人逃走的时候拿走了，而且有的别墅里还有丧尸，要不然我也不能来王小姐家里偷食物。那看来在找寻食物的话得出去市区里找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出去寻找食物的话，带着王可欣太麻烦，不带着他的话，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又不太放心。所以现在急需要解决的就是这根据地的防御问题。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2个，他们2个表示都没有异议，尤其是李三，刚吃饱饭后的他干劲十足，主动请缨道：“那我去把小区内的绿化树砍了吧，用这些树干在别墅周围做成护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出去后有丧尸来的话，能防御一阵，王小姐就能趁着这个时间给我们打电话通知我们赶回来。”这个提议不错，不过也就只能防丧尸，防人的话根本就防不住。不过我暂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也就只能先这样了。决定好后，我们3个就出了别墅，在李三的带领下开始了砍伐绿化树。李三干劲十足，一上午的时间就砍了100多棵树，而我则是在小区里转了转，找到了2只游荡的丧尸，远距离拿弓弩就解决掉了他们。虽然这2次我都感觉到了有能量进入了我的体内，但是我却并没有感觉到我的力量或者速度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仿佛是到了瓶颈期一样。下午我们在别墅旁边搭建好护栏后，又把我之前买的太阳能发电板装在了屋顶了。今天都累了一天了，所以吃完饭后，我和李三简单的说了一下明天重点要去搞的物资，然后就回房间休息了。由于别墅外装了护栏，又有金币趴在我的床头，所以这一觉我睡得格外的踏实。由于李三太过于能吃，所以在给别墅搭建好防护栏后，我们就准备出门寻找物资。王可欣说他厨艺还不错，让我们尽可能找一些面粉和肉干，他可以给我们包包子吃。自从丧尸爆发以来，一直在吃泡面的我，听到有包子可以吃，口水瞬间就要流下来。我连忙保证肯定会把面粉带回来，并且告诉他遇到突发情况赶紧给我打电话。进入市区后，我竟然看到了前方街道有车辆，我快速的把车速慢了下来，停靠在了路边，生怕被对方注意到。李三说道：“宝哥，这应该是大聪明集团出来掳人的，这2天网上都骂声一片，有些没有去官方避难营或者参加其他组织的人，已经自发的成立了自由联盟，专门针对大聪明集团的联盟。”等对方的车走远了以后，我才启动了车辆，来到了一个加油站。
下车后，我拿着弓弩防备着丧尸或者别的突发情况。李三找来了7、8个汽油桶后，开始了往桶里加油。我感觉时间过得仿佛比平时要慢了3倍，生怕忽然有大批丧尸或者大聪明集团的人出现。不过好在都有惊无险。把加满油的汽油桶搬上车后，我跟李三都重重的出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根据我脑海里的地图往市中心的一座大型商城开去。虽然在市中心有丧尸和大聪明集团的威胁，但是那也阻挡不了我想吃包子的冲动。当我们开车快来到商城的时候，远远的看去，竟然看到有大批的丧尸围在商城门口。仔细看去，还能够看到有2个人被困在了中间，这是一男一女，男的背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躲在女人身后，女人则是一脸冷酷的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刀，砍杀着攻击他们的丧尸，基本上是刀刀毙命，动作快很准，每一次挥刀都有一个丧尸的脑袋飞起。李三转过头问我道：“宝哥，我们救不救？”我想了一下后说道：“救。不过现在情况丧尸太多，用弓弩射杀起不到什么效果。如果用燃烧瓶的话，容易误伤到里面被包围的2个人。”于是我转过头去问李三道：“你觉得这车质量怎么样？”李三被我的话问了一愣，不过他还是下意识的说道：“这车100多万呢，质量当然好。而且我发现王小姐这还是改装过的，玻璃应该都能达到防弹级别。你该不会是想……”不等李三把话说完，我直接一脚油门踩到了底，在汽车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中冲进了丧尸群，一路横冲直撞，来到了商城门口的2人前面。上车，我对着2人吼了一句，2个也都是聪明人，自然是明白了我是来救他们的。女人拎着她身后的男孩迅速的就上了车，不过在我车还没开出去多远后，坐副驾的李三就拼命大叫道：“宝哥停车！宝哥停车！”我下意识踩了刹车，车还没停稳，李三就开门下车，朝着不远处的尸群猛冲了过去，一路也是横冲直撞，还真不比我刚才开车冲效果差多少。我们3人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就在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就看到李三背着刚才男孩的上车着急，落在商城门口的大包小包又跑了回来。上车后他喘着粗气说道：“这回开车吧。”李三下车去丧尸群里抢物资，这个操作把我们3个都给镇住了。等他回到车上后，我惊叹的说道：“李三你可真勇。”不过后座的姐弟在看到李三身上被丧尸划伤的伤口后都紧张了起来，弟弟更是往后退了退，而酷酷的姐姐则是直接拔出他刚才砍杀丧尸的长刀，架在了李三的脖子上。他这一举动把我和李三都吓了一大跳，心想难不成我好心却救了坏人？我连忙也拿出了尼泊尔军刀抵在了他的脖子上，然后问道：“你这是做什么？我们可是刚从丧尸群里把你们2个救出来。”李三更是吓得都带上了哭腔，高举着双手说道：“对呀对呀，这些吃的我不要了，全给你们行不行？”女人只是盯着李三胳膊上的伤口，淡淡的说道：“他被丧尸咬伤了，他也会变成丧尸。”后面的话他没说，不过意思显然是想在李三成为丧尸之前解决掉李三。我一听是因为这事，内心松了一口气，然后对他说道：“我这个兄弟体质特殊，被丧尸咬伤后不会变成丧尸，而且伤口愈合的也很快。”李三也展示出了自己之前被丧尸咬伤过的印记，来证明他真的不会变丧尸。女人这才收起了长刀，车内紧张的气氛也随之消失了。毕竟后面还有大批丧尸，所以等都收起刀后，我赶紧开车离开了。边开车我便介绍了一下我和李三，这对姐弟也做了自我介绍。姐姐叫做丁瑶，弟弟叫做丁真，他们家是武术世家，从小跟父辈们练习武术，所以丁瑶才可以一个人阻挡一大群丧尸，但是他弟弟丁真就不行了，从小就对武术不感兴趣，反而痴迷于机械跟电子，没事了经常自己舞蹈一些没用的小发明。原本他们在商城里找完食物后是准备去官方避难营的，但是没想到出门的时候遇到了那么多丧尸。听丁瑶说完，我内心打起了拉他入伙的主意，
要知道在末世中像他这样的高手是最难得的，因为我刚才开车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很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不过得先回家那一趟东西，他家的东西基本上把后座都占满了。不过好在丁瑶还有一辆跨斗摩托，我跟李三开车拉着物资在前面带路，丁瑶、丁真姐弟两个开着跨斗摩托从后面跟着我们。到了别墅区根据地后，王可欣听到我们开车的声音，也连忙从屋里跑了出来。不过在他看到我们身后跟着的丁瑶、丁真两姐弟后，表情有些疑惑。我连忙主动的跟他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并且介绍了他们认识。我本来以为王可欣看到丁瑶会很开心，毕竟之前我和李三都是男的，只有她一个女人，但她只是笑着点了点头，并没有多热情。王可欣家的别墅正好有5个卧室，2楼3间，1楼2间。我跟李三都住在1楼，所以丁瑶他们两个也住在2楼。收拾好住处，王可欣就开始了做饭。我们几个虽然都不会做饭，但是也都站在旁边等着，偶尔打个下手。没过一会儿的功夫，一大锅热腾腾的包子就出锅了。我们早就都饿了，包子蒸熟后都围在桌边吃了起来。丁瑶肯定也是强化人，而且他还会武术，所以干掉的丧尸肯定比我多得多。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把我现在干掉丧尸不增强能力的事情跟他说了。丁瑶说不止我自己是这样，另外还有许多的强化人类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根据官方的专家分析，这是遇到了瓶颈期，需要干掉更强的丧尸才可以继续增加自己的力量。官方专家，我有些纳闷的问道。丁瑶点了点头，说道：对，官方庇护所的专家。根据专家们的分析，干掉丧尸可以获得力量、速度、灵敏、耐力、柔韧这5项人体基本素质的增强。但是这并不是所有人干掉丧尸后都能增强的，只有极为少数一部分人类基因有可提升空间，才可以通过干掉丧尸后增强体质。说着，他看了一眼李三，然后继续说道：另外就是还有更少一部分人增加的不是这5项基本体质。就像李三这样的，竟然被丧尸咬伤后不会被感染，他应该是觉醒了免疫能力。我估计庇护所的那些专家肯定会对他的基因特别感兴趣。丁瑶这话说完后，原本正在猛旋包子的李三忽然就停下了动作，像个考拉一样呆呆的看着我们。宝哥，千万不要把我送去研究，别的你让我干啥都行。我笑了笑说道：吃你的包子吧。丁瑶，这只是开玩笑的，你还真当真了。同时我在内心里想到，别人都只能增强一种能力，为什么我是力量和速度2种？难道我的基因也是属于极为特别的？看来这事我得先保密，不能说出去。然后我有些疑惑的问丁瑶：这些事情你是怎么这么清楚的啊？丁瑶看了我一眼，仿佛是对我问出这样的问题来有些鄙视。他弟弟丁真接话回复我道：宝哥，难道你最近没有上网吗？这些数据都是官方庇护所的专家在庇护所的官网上公布的消息啊。他这话还真把我给说愣住了。这2天刚搬到西山华府来，我又是收服李三当小弟，又是搭建防护栏，根本就没有时间上网。我的电脑还在行李里堆着呢。看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得先把电脑装好，好好的上网看看这2天网上的信息了。不过我不知道的是，此时正有一群大聪明集团的人冲进了我家，发现我已经搬走后，他们在屋子里打砸了一顿。然后领头的人恨恨地说道：没想到咱们带回去的那件货竟然被经理看上了，现在这件货让我们来找这小子，但是这小子给提前跑了，看来兄弟们得费事好好搜寻一番了。此时在体育馆内聚集了大量的人类，他们男女老少都有，女人正在做饭打扫卫生，老人则是在哄小孩，男人们聚集在一起正在商量事情。这大聪明集团越来越猖狂了，现在竟然直接拿枪去搜寻幸存者，而且他们的地盘距离咱们也越来越近了，实在不行跟他们拼了。正好咱们从局子里找来的枪还没有用过，先不要跟他们发生正面冲突，毕竟咱们现在也才10几把枪，而且子弹也不多，咱们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搜寻物资，
官方庇护所顶楼办公室内，此时也正在开着会。如果外人能看到这一幕的话，肯定会惊讶的掉了下巴，因为开会的这些人中，有好几个都是以前经常能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人。现在有几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就是我们现在强化战士还是太少。近期我们的战士出去消灭丧尸的时候，发现有部分丧尸也变强了，单纯的用子弹已经消灭不了他们了，所以要进一步在我们官网发布召集强化人类的信息。二一个是昨天我去咱们的庇护所看了一圈，发现我们的管理很松散，男女混住，食物供应不足，对老人和孩子没有特殊照顾，这是不行的。同志们，我们不能因为现在是末世了，就忘记了我们服务人民的根本，这几点必须要改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从丧尸爆发以来，社会上有许多私人成立的联盟，这些联盟的好坏我暂且不论，但是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派人去跟他们协商，他们可以不加入到我们，但是需要守住法律的底线。如果有残害同胞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话，我们哪怕不去灭丧尸，也要第一时间去灭掉他们。太久没有吃到正常饭菜的我们，没一会儿就吃完了2大盘包子。然后我回到了房间，把电脑组装好后，登入了丁真说的官方网站，看了看最新动态，果然看到了那会儿丁瑶说的那些信息，而且还看到了官方最新发布的丧尸也进阶了的公告。丧尸竟然也进阶了，速度灵敏和力量防御等都比普通丧尸厉害不止1倍。如果官方不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普通战士用枪很难杀死他们。看到这些信息，我的心里又沉重了不少。目前西山别墅区这里由于人口比较稀少，所以丧尸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有零星的丧尸游荡。而且根据李三的描述，小区的其他别墅内也有户主变成丧尸，只是门锁着他出不来而已。不过有他们在小区里始终是一个不稳定因素，看来明天得把小区里清理一遍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把要清理别墅区内丧尸的事情说了一遍，他们都很同意我这件事情。吃完饭后，我和李三、丁瑶3人带着金币出门清理丧尸。丁真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留在根据地帮王可欣一起做饭。不过在我们出门的时候，丁真说让我们清理丧尸的时候，顺便看看别的别墅里有没有什么家电或者机械，能搬来就搬来，也没说用来干啥，只说是他有大用。李三以前是小区的保安，对情况比较熟悉。之前他寻找食物的时候，基本上把小区里的别墅都探查了一遍，哪栋别墅有丧尸他基本上都清楚，而且还是免疫丧尸病毒，所以由他带头，我和丁瑶一左一右在他身边。有我和丁瑶在，李三的胆子也大了很多，他直接助跑撞开了一栋里面有丧尸的别墅房门。原本正在客厅里游荡的一家5口丧尸，感知到我们进来后，都像是饿狼一样的扑向了我们。我先是用弓箭解决掉了一个看起来最强壮的丧尸，然后快速的把弓弩换成了大砍刀，朝着离我最近的一个老年丧尸砍去。干掉这个老年丧尸后，随即最后一个儿童丧尸就冲到了我的跟前，但是我的心里却犹豫了一下，一时间竟然没有躲闪，也没有出刀攻击。眼看这个小丧尸就要抓咬到我的大腿了，一旁的丁瑶也在解决第2只丧尸，根本就来不及救我。紧跟在我身后的金币这时候忽然狂叫着跳起，直接把小丧尸扑倒，一尸一狗在地上互相撕咬了起来。我看到金币被小丧尸抓伤，我也反应了过来，连忙上去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不过金币已经被他爪咬了好几个伤口了，躺在地上无力的挣扎着。李三和丁瑶也都凑了过来，丁瑶看了一眼后说道：早点结束了他吧，别让他受苦了。他不像李三有抗体，再过一会他会变成动物丧尸的。我恨恨地说道：不可能，金币是我的伙伴，而且他还是为了救我才被丧尸咬伤的，就算他变成丧尸狗，我也会养着他。不过就在我说完这话后，忽然想到了李三有抗体，那他能不能救金币呢？丁瑶显然也是想到了这一点，
然后我们两人都看向了一旁的李三。李三看到我们两个的表情，吓得他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随着丁瑶、丁真的加入，我们小团体的人也多了起来，所以也做了各自的任务分配。王可欣和丁真没有战斗力，留在庇护所内负责后勤工作。我和丁瑶、李三带着金币外出猎杀丧尸。不过就在我们清理别墅区内残留丧尸的时候，发生了意外。金币为了救我，被一只小丧尸咬伤了，眼看尸毒就要扩散全身，马上就要变成丧尸狗了。不过好在李三有抗体，被丧尸咬伤后也不会变丧尸，所以我决定求助李三，让他给金币输血试试。尽管李三十分的不情愿，但是他也没有拒绝的我请求。决定好后，我们三人带着金币快速的返回了根据地。正在做饭的王可欣跟丁真看到我们带着受伤了的金币返回后，都是一脸震惊的看着金币。我简单的跟他们讲述了一些现在的情况。王可欣听后连忙拿来了医疗箱，拿出了输血管，然后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李三说道：靠你了。原本蔫头耷脑满脸不情愿的李三，在听了王可欣的话后，瞬间换成了大义凛然的表情，并且主动的撸起袖子。丁瑶也不墨迹，把输液管的扎进了李三的胳膊，另外一头扎进了金币的身体内。随着李三的血液输入，原本毛发逐渐开始变色的金币竟然真的停止了变色。我们众人看到这一幕后，也都松了一口气，看来用李三的血液真的是有效果。但就在这时候，金币的身体竟然像吹气球一样快速的膨胀了起来，原本已经昏迷的金币也痛苦的惨叫了起来。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后，心又悬了起来。丁瑶快速的拔掉了输血管，然后拉着我们几个快速的后退了几步，然后抽出了他的长刀，做出了一个防御的姿势。这是怎么回事？金币，金币！我紧张的对着膨胀的金币呼喊着。此时膨胀中的金币又有了新的变化，它竟然在狗和狗头人身的形态之间来回的切换。我们都紧张的看着这一切。好一会儿后，金币终于停止了变化，形态定格在了狗头人身肌肉怪物的样子。他有些茫然的扫了我们几人一眼。丁瑶也横着刀站在了最前面，仿佛金币只要做出什么危险性的举动来后，他会毫不犹豫对金币发起攻击。金币，金币！我又唤了2声金币的名字。原本茫然中的金币听到我的声音后，眼神不再茫然，而是换成了欣喜，朝着我就要跑过来。但是丁瑶的刀也挥动了起来，直直的冲着金币。金币停止了前进，低吼着盯着丁瑶看。我连忙制止了丁瑶，说道：你先别动手，你们后退，相信我，也相信金币。丁瑶他们几个后退后，我又对着金币说道：金币过来，来我这里。金币对我的记忆果然还在，他来到我的身前，他现在的个头已经比我高出好多，他自己主动卧倒在我脚下，我也伸出了手来抚摸着他的狗头。金币为了救我被丧尸咬伤，李三给他输血后，他竟然变成了狗头人身的肌肉怪物。不过好在他还记得我，竟然主动的卧倒在我的脚下让我抚摸。没想到在我的抚摸下，他的身体竟然逐渐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不过恢复后一直对着我叫。我有些疑惑的问道：金币，你是饿了吗？金币连忙点头。旁边的丁瑶他们看到金币恢复了原样，也都不再戒备。丁瑶也收起了他的长刀。王可欣见状，连忙给金币拿来了2个馒头，但是被金币2、3口就给吃完了，然后又开始叫了起来。王可欣看了看我，意思是询问我还拿不拿吃的给金币。我点头说道：拿吧。估计金币输了李三的血，也变得能吃了。就这样，王可欣把原本给我们小队所有人准备的午饭都给了金币，他这才吃饱。无奈王可欣又给我们做了一桌。吃饭的时候，王可欣说道：现在根据地内的食物已经不多了，按照金币和李三这样的吃法，最多还能再吃2天。我点头沉思了一下说道：那我们下午抓紧把别墅区内的丧尸都清理干净，明天出门去弄些粮食回来。下午还是我们3人带着金币一起行动。但是没想到这次李三破开门后，
我身后的金币直接变身成肌肉猛兽形态，2、3下就解决了战斗，基本上都不用我和丁瑶出手。看到这可把我给高兴坏了，没想到金币变身后战斗力这么强悍，我们几个清理丧尸的速度快了不只是1倍。1下午的时间就把李三之前探查过有丧尸的别墅都给清理干净了。不过就在晚上吃饭的时候，金币却是更加的能吃了。由于金币变身后实力暴涨，所以第2天我们出门寻找食物的时候，只有我和丁瑶2人外出。我开着王可欣的越野车带着救金币，丁瑶骑着他的跨斗摩托车，而李三则是留在别墅区内，跟丁真一起搜寻有用的电器和工具啥的，运回我们的别墅。我们丁瑶这次去的还是上次他和丁真去过的那个商城，因为上次他们去的时候，那里食物还很充足，他们只是拿了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这次到这里的时候，竟然没有活着的丧尸，只有一些上次我们干掉的残肢断臂。我们在商城里保质期长的食物差不多都拿了出来，把越野车的2排座和后备箱都堆积满了，丁瑶的摩托跨斗上也堆放了一些。不过我们搬运商城内食物的举动被远处一辆车上的2个人看到了，这2个人正是大聪明集团的人。老六，你看那个人是不是组长让我们找的那个小子？卧槽，还真是，我们要不要上去干掉他？你蠢啊，这小子和这女人一看就不是好惹的，咱们2个打得过他们吗？等他们搬完东西回去的时候，我们跟着他看看他们在哪里住，然后我们再回公司把地址告诉组长，这不就是大功一件吗？好嘞，好嘞，咱们就这么办。没想到咱们俩停在路边偷懒摸鱼，竟然还能立功。在满物资后，我和丁瑶连忙回到了根据地内。不过这次回来，王可欣、李三、丁真他们3人并没有出来迎接我们。按理说，我们汽车进院子的声音这么大，他们是肯定能听到的。听到了不出来，难道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想到这里，我和丁瑶2人连忙对视了一眼，然后我们2人都戒备了起来，各自拿着武器，小心翼翼的来到了门前。丁瑶猛地打开门，我端着狙击弩瞬间闪身来到屋内。不过屋内的情况并不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他们3人都一点事没有，都围在一个电视机前面摆弄着什么。王可欣看到我和丁瑶进来后，连忙招呼我们2个说道：“你们2个快过来。”丁真正在调试监控设备，走近后我发现这的确是一个监控显示屏，上面显示的画面正是小区的大门口和我们根据地的周围。我有些好奇的问道：“这是从哪里搞来的？”李三得意的回答道：“这是在保安室里搬来的，不过经过丁真的改造，比普通的监控牛逼多了。”丁真说道：“也没有多厉害了，只是在监控画面捕捉到有人的时候，会自动报警，这样咱们就不用老在这里守着监控屏幕看了。原本我一直觉得丁真没啥用，顶多也就是王可欣做饭的时候，他跟着打打杂帮帮忙啥的。没想到他今天还真让我刮目相看了。有了这套监控设备，不管是丧尸还是其他的幸存者来到我们根据地，我们都能提前知道，并且做好准备。这样的话，安全性就大大的提升了。过了好一会，我们众人才把我跟丁瑶带回来的物资搬运进屋，然后我拿出特意准备的蔬菜种子跟鸡蛋说道：“现在外面的物资越来越少了，再加上李三和金币都这么能吃，所以我们得做好2手准备。这些种子一会儿种上，不能完全靠外出寻找食物，万一哪天出去找不到食物的话，这样也不会挨饿。还有就是这个土鸡蛋，咱们想想办法看能不能孵出小鸡来，如果能孵出来就圈养起来，这样的话肉类也就能解决了。”他们几个听到我说要孵蛋，都露出了一副怪异的表情来看着我。还是丁真想了一下说道：“今天我跟李三哥搬回来不少家电，里面有微波炉，我看看能不能改装成孵蛋机。”因为有点尴尬，所以我连忙点头说道：“好，那么孵蛋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跟李三去旁边开垦一块菜地去。”说完我就跟李三拿着工具出了门。与此同时，跟踪我和丁瑶的大聪明也来到了别墅区的门口，不过他们并没有进来，而是定在小区门口等了一会儿，确定了我们跟丁瑶就是住这里，
没有再出来后，他们这才离开。我跟李三在院子外翻地翻得正起劲，丁真忽然跑了出来跟我说道：元宝哥，元宝哥，不好了！我停下手里的活问道：怎么了？丁瑶跟王可欣也跟了出来。丁真喘了口气说道：刚才监控报警了，我去查看，发现有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在小区门口，好一会儿才离开。我和丁瑶外出寻找物资，没想到回根据地的时候，没有注意，竟然被一辆黑色的商务车给跟踪了。不过好在丁真的监控系统发现了他们。丁真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我回想了起来，上次我和李三出去找物资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次大聪明集团的商务车车队，而且我跟大聪明集团的人还有仇怨，就是因为他们我才搬到这里来住的。难道是他们要找上门来寻仇了？上次我是一个人，所以才被迫搬家的，但是这次我们这么多人，而且还是提前知道了，得好好的做一番准备，恨恨的坑大聪明集团的人一把。反正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人，这段时间他们犯下的罪孽，要是放在和平年代，个个都够枪毙的了。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了他们，首先我们要先在小区门口挖一个战壕，防止大聪明集团的人开车进来，然后我们再从几个关键路段上做几个陷阱，如果他们人来的不多的话，这样几次下来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战斗力了，然后咱们再亲自出手对付他们。众人听了我的计划后都十分赞同，李三更是主动说道：宝哥，挖战壕挖陷阱的任务就交给我吧。我点头说道：好，我跟你一起挖。丁真说道：那我去试试能不能把那些旧家电改装成有杀伤力的武器。王可欣说道：那我先去给你们做饭。分配完任务，我们就开始了行动。我和李三一起没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小区门前挖了一个大沟，然后就开始挖陷阱，而且陷阱里面还放了不少削尖了的木棒，这要是谁掉在里面不穿防护服的话，最起码也得是重伤。天黑前我们基本上已经都布置的差不多了。吃饭的时候，丁真一直没有出门，我们等了他好一会，眼看李三已经饿得受不了，准备先吃的时候，丁真吃力的拿了两个奇奇怪怪、体积跟他身高差不多的东西走了过来。我好奇的问道：丁真，你弄的这是什么东西？丁真有些腼腆的说道：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喷火器，这里有两个罐子，一个罐子里灌上汽油，另一个罐子里是高压气，他们背在身上对敌的时候，只要按动开关，气体就会顶着汽油喷出来，枪口这里有点火装置把汽油点燃，我计算了一下，最远距离可以达到15米。说完后，丁真又挠了挠头说道：目前材料有限，这是我能制作出杀伤力最大的武器了。听完丁真的介绍，我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先不说用它来对付大聪明集团，这要是拿来对付丧尸的话，也比我自制的燃烧瓶好用太多了。我连忙说道：真是辛苦你了，这已经很厉害了，我们先吃饭。如果晚上有大聪明集团的人来找麻烦的话，我和李三就用这个对付他们。与此同时，我那个许久没见过的女邻居正坐在一个中年秃头西装男人的腿上，委屈巴巴的说道：经理，这次终于找到了这小子，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你不知道他以前欺负我欺负的有多惨。虽然丁真改装的监控设备会自己报警，但是吃完了晚饭后，我们还是在客厅里等着。我和李三的坐在沙发上，前面就放着丁真给我们准备的喷火器。丁瑶和王可欣站在旁边，丁真站在监控屏幕前面等着，金碧则是走来走去的。在我们的紧张等待中，监控终于报警了。我和李三条件反射的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直盯着屏幕的丁真连忙跑回来说道：来了来了，他们来了，有5辆车停在了小区门口，看来是我和李三在小区门口挖的壕沟起到了作用，迫使他们的汽车停了下来。5辆车来的人不算多，看来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大聪明集团不可能为了我那个可恶的女邻居动用太多人来攻打我，毕竟他们的主要精力还是得留在预防官方突然袭击跟对付别的联盟上面。我和李三在他们的帮助下备上了喷火器，准备按照计划行事。
我和李三带着金币出去阻击大聪明集团的人，丁瑶留在别墅内保护丁真和王可欣，主要是预防大聪明集团的漏网之鱼冲进别墅。我和李三趁着夜色来到了事先挖好陷阱的地方，等着大聪明集团的人到来。李三小声地问我道：“宝哥，毕竟他们是人，不是丧尸，一会动手的时候，咱们要下死手吗？”我没有正面回答李三这个问题，而是沉思了一下，反问他道：“那你觉得大聪明集团的人会不会对咱们下死手？”李三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了，宝哥，一会我不会心慈手软的。”就在我和李三小声说话的功夫，大聪明集团的一伙人边走边骂骂咧咧的靠近了。这小子肯定知道了我们要来找他，不然他怎么会在小区门口挖壕沟呢？对，一会动手的时候大家都小心点。这小子肯定是强化人类，估计他那个女伴也是强化人类又怎么样？只要不是二阶的强化人，还不是被咱们给一梭子子弹给秒了啊！哈哈！就在这时候，走最前面的两个人一声惨叫，同时掉进了我跟李三挖好的陷阱里面，其余的众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都急吼吼的吼叫道：“我靠，这小子竟然挖了陷阱，快先救人！”他们众人费了好大力气才把陷阱里的两个人给弄上来，其中一个已经失去了意识，另外一个还活着，只是在不停的惨叫，不过眼看也要活不了了。其中一个领头的大聪明怒吼道：“气死我了，我一定要为这两个兄弟报仇！”说这话，他拿枪对准了这个还在半死不活一直惨叫的人，扣动了扳机。我跟李三对视了一眼，都被这家伙的操作给震惊了。没想到他的第一时间不是救人，而是结束了他。大聪明集团的人对自己人都这么狠，可想而知对敌人了。我跟李三同时在心里更是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消灭他们。头领带着人走在最前面，刚好踩中了我和李三挖的第二个陷阱，掉了下去。一众小弟围成一圈，正在慌忙的抢救他。这正是个好机会，我对李三使了一个眼色，大吼一声，我们两人同时跳出了草丛，打开了我们身上背着的喷火器，对准了大聪明集团的这一群人开始喷火。大聪明集团的人来我的根据地来抓捕我，但是却没想到中了我们之前挖好的陷阱。就在他们一群人忙乱的救陷阱里的带头人的时候，在旁边草丛里藏着的我和李三瞅准机会跳了出来，打开我们身上飞着的喷火器，就开始了攻击。要说这丁真做的喷火器是真的 NB， 火焰可以喷射15米的距离。他们这一群人被我和李三一喷，身上的衣服也都点燃了。除了陷阱里的带头人，基本上别的人都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身体上冒着火焰，躺在地上不停的打滚挣扎惨叫。好半天后，他们身上的火焰熄灭，不过人也都没了生气，都黝黑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因为那会儿开枪的声音让别墅内的王可欣三人不放心，所以也都跑了过来。他们到来后就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王可欣直接吓得捂住了眼睛，丁真也是面色难看，只有丁瑶表情如常的问了句：“都消灭了？”我看着陷阱里装死的领头人说道：“没有，还有一个装死的。”说着我和李三来到了陷阱旁边，这家伙也沉不住气了，不再装死，连忙哭丧着脸求饶道：“别杀我，千万别杀我，我也是受了命令才来这里的，你放过我，我保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脱离大聪明集团，我加入你们行不行？我给你们当牛做马，你们这里的苦活累活都让我来做行不行？千万别杀我啊！”我没有搭理他，而是转头对身边的李三说道：“李三，把这家伙弄上来。”李三有些诧异的说道：“宝哥，你不会真的是要留下他吧？让我一喷火器烧了他得了。”我说道：“留着他吧，我还有些话要问他。”好吧，李三答应了一声，也不顾及这家伙身上的伤口，2、3下就把他弄了上来。然后我们一行人回到了别墅，被他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然后把他丢在了沙发上。我们几个围成一圈，站在旁边看着他。他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处置他，表情十分的慌张。我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来追杀我？难道就是为了上次邀请我加入你们被我拒绝了这件事情？不应该吧？”他有些紧张的说道：“并不是因为你不加入我们，
是你的女邻居，她被我们带走后，被我们经理给看上了，然后一直给我们经理吹耳旁风，让我们搜索你们的行踪。前2天刚发现你，他就让我们来把你抓回去了。原来是这样，我恨恨地说道。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放他们走，直接解决了，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了。然后这家伙好像是为了保命表功一样，又连忙继续说道，原本对付你这件事情只是我们部门在办，现在我们来了这么多人，要是都回不去的话，上面肯定会注意到，了解了情况之后肯定会派更多人来对付你的。他这话说完，我身边的李三众人脸色都变了变。李三连忙问道，你们公司有多少人？这家伙想了一下说道，具体多少人我也不知道，我们部门有300人左右，集团像我们这样的部门有20个左右。不过我听说集团最近正在从抓回去的难民里挑选一些中信的，成立新的部门估计也有不少人。听到这个数字后，我的心里也颤了颤，6000人，而且现在又要扩编，怪不得网上都说大聪明集团是除了官方以外最强大的联盟了。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丁瑶插嘴问道，那你们公司里有多少强化人？这家伙想了一下说道，这个我不知道准确的人数，反正每个部门都有几个，我们部门的几个强化人这次是出去执行别的任务了，要不然的话也会跟来。我们活捉了一个大聪明集团的小队长，在他的口中逼问出了大聪明集团的大概情况，在编人员有6、7千人，其中更是有100多个强化人类。得知了这些情况后，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然后把这个小队长丢进了杂物间，他受了很重的伤，怎么也逃不出来。然后我们几个都回到了客厅，开始商量接下来的对策。我说到现在我们有3条路，一是搬走找新的根据地，二是留下来等着大聪明集团的下一次进攻，第三就是加入官方避难所。大家都来说说自己是怎么想的吧。王可欣首先说道，这里是我家，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留下来。李三也连忙说道，我也想留下来。丁真有些腼腆的说道，我也想留下来研究发明更多的东西。只有丁瑶一直抱着肩膀没有说话。我转头问他道，丁瑶你的想法呢？我也想留下来，但是就凭我们几个人很难打退大聪明集团的进攻。我刚想了一下，如果留下来的话，我们得需要一些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幸存者，也成立一个联盟。反正西山华府这么大的地方，空别墅也这么多，然后最重要的是还需要一些武器。他想的这些事情倒是跟我不谋而合了。自从我被大聪明集团的人把我从家里逼出来后，我就想着有机会也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势力，要不然我也不会接纳王可欣、李三、丁真、丁瑶他们4个。丁瑶见我没有反对，然后他又继续开口说道，人员我前一段时间倒是从网上联系了一些人，都是一些独立女性，丧尸爆发之后不想沦为男人玩物，他们自发的联合起来的。不过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既要杀丧尸，又要防着别人的惦记。我想把他们都招收到我们的联盟里来，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想了一下说道，我同意，但是得必须让他们听我的指挥。当然我不会对他们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而且我也可以找到大量的武器。因为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了，病毒爆发之前我去黑市买武器的时候，老板告诉我他那里不只是有冷兵器，军火也有很多。当时以为他是在吹牛，而且当时我的钱也不够，所以就没去看。看来得再去一趟黑市了，不知道那个老板有没有变成丧尸。丁瑶说道，好，那一会儿我出去找他们一趟，看看他们同意不同意。经过这一番谈话，已经基本上确认了下来，我们要留下来守住根据地了。这时候丁真忽然说道，既然我们要成立联盟了，那我们联盟叫什么名字啊？宝哥你取一个名字吧。他说我后丁瑶几人也都看向了我，显然是也在等我起名字。我想了一下说道，咱们就叫金钱帮吧。哈哈哈！我说完，他们几个都不由得笑了起来。接下来我们把战场打扫了一遍，把那些大聪明身上的武器都搜刮了下来。正好大聪明集团的车还停在小区外，丁瑶、丁真、王可欣去找那些女幸存者，我跟李三也开着车往我之前购买武器的黑市开去。打扫完战场，
丁瑶、丁真、王可欣他们三人开车去找女性存折，我跟李三则是开车来到了我以前后买武器的黑市。这黑市的位置隐蔽又偏僻，是一个大废旧仓库改造的。我和李三到来的时候，仓库的大卷闸门紧紧关闭着，街道上什么没有，寂静的可怕。下车后，李三问我道：“宝哥，就是这里吗？”我点了点头，然后上前敲门，同时心里默默的祈祷，老板最好是挂掉了，这样我就可以直接拿东西了。我敲了半天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李三在旁边说道：“这黑市老板不会是挂掉或者变丧尸了吧？”“应该是吧。”我再喊2声，如果还没有回应，咱们就自己打开门进去。老板开门，我们不是坏人，也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来跟你做笔生意。里面还是没有回信，我叹了口气，跟李三说道：“看来老板挂了，我们硬闯吧。”就在我和李三准备硬闯的时候，卷闸门里面忽然说话了：“你才挂了，老头子我好得很。”说着卷闸门慢慢的上升了起来，端着2把 AK 的黑市老板从里面露了出来。这2把 AK 分别指向了我和李三，我俩都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惊了，连忙举起了手，表示自己没有敌意。黑市老板看到我们2个都举起了手后，表情也缓和了下来，他有些疑惑的看着我问道：“是你小子？”我说道：“对，是我，你还记得我啊，老板？”黑市老板有些愤愤的说道：“我当然记得你小子，你从我这里买完武器后，当天晚上病毒就爆发了。”虽然他说的很气愤，但是他还是放下了自己手中的 AK。 进来说吧，别一会儿有丧尸出没，或者是让别人看到。我跟李三进到仓库之后，被老板店里的存货给震惊的差点掉了下巴，整面墙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弹药。这都不算什么，在仓库的最中间竟然还有一辆坦克。我指着坦克，有点结巴的问老板道：“这玩意是真的还是模型？”老板有些不高兴的说道：“当然是真的，我这里就没有假货。说吧，你这次找我想买什么？不过我可提前告诉你，现在已经不收钱了，得用粮食买。”我斟酌了一下措辞，跟老板说道：“粮食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开荒种地了，而且还散养了一些鸡鸭。只不过我现在准备成立一个联盟，有一大帮子人要养活。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来之前是这样想的，老板，你要是变丧尸了，那么我就把你干掉，然后把武器拿走。你要是没事好好的，我准备邀请你加入我的联盟。毕竟在这末世中，你虽然有这么多的武器弹药，但是一个人也非常的不安全啊，总会有个疏忽，这要是被人钻了空子，把你干掉了，不就完蛋了吗？所以要我说，你还是加入我的联盟吧，老板。去了以后每天就喝茶晒晒太阳，什么也不用干，你说呢，老板？”黑市老板听完了我的话后，面色阴沉的又端起了 AK 说道：“你小子是在威胁我老头子吗？”我和李三来到黑市拿军火，但是没想到黑市老板竟然还活着。我想让他带着这些军火加入金钱帮，但是他不同意。一番交谈下来，我们3人僵持住了。老板拿着2把 AK 分别瞄着我和李三，我和李三拿着从大聪明身上搜来的544瞄准了他。你们一个新成立的小联盟，有什么资格让我带着这么多武器去加入？我苦口婆心的对老板说道：“我现在真的是需要很多武器，因为我现在正在和大聪明集团开战，他们兵多将广，如果我不从你这里拿走一些武器的话，恐怕他们下一次进攻我根本就防守不住。”“什么？你在和大聪明集团开战？”黑市老板听完，他的脸色变了变，直接就又放下了自己手中的 AK。 他这一举动倒是把我和李三给整愣了。不过既然他放下了枪，那我们也不好拿枪指着他，也都放下了武器。我有些意外的问他道：“老板，听你这语气，难不成你也和大聪明集团的人有仇？”老板有些气愤的说道：“何止是有仇，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我儿子就是被他们给害死的。我叫马九，道上人都叫我马九爷。不过我儿子却是做正经生意的，由于和大聪明集团有竞争，我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一家3口统统被他们给暗害了。
既然你们要对付大聪明集团，那我加入你们的联盟。我连忙说道，马九爷你放心，大聪明集团也是我的敌人，我肯定会帮你儿子一家报仇的。不过这些武器太多，我们3个根本就运不走。我给丁瑶打了一个电话，他也刚好跟那些女幸存者谈判完了，所以我让他们多开几辆车过来运输军火。没一会儿的功夫，5、6辆车就来到了仓库外面，我们3人也来到了门口。由于我交代过，这趟过来只是运输军火，不用来太多人，所以只有丁瑶和另外4个女幸存者，一人开了一辆车，其余剩下的人都在根据地搞些基础建设。应该是丁瑶跟他们介绍过我，所以这4个人走到我身前，齐刷刷的对我鞠躬喊道：“帮主！”这吓到把我给整个有点愣住了。我点了点头，说道：“你们好。”然后我又向他们5个介绍道：“这位是黑市军火老板马九爷，现在也加入咱们金钱帮了。我们今天动静这么大，别费有心人发现了，咱们先速战速决，把军火都搬走吧。”我们8个人整整忙活了1个多小时，这才把武器都搬到了车上。6辆车已经都被塞得满满当当的，我们都不会开，本来是想让黑市老板开着走的，但是没想到这时候李三说道：“宝哥，我从小就有一个开坦克的梦想，让我开坦克走吧。”宝哥，你会开？我有些诧异的问道。李三有些腼腆的挠了挠头说道：“会开，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坦克。出来打工后，我还花钱自学过开坦克，就是在等待着这一天。”我真没想到李三竟然是个宝藏男孩，连坦克都会。既然他这么喜欢，那就让他开好了。我开车载着马九爷走在最前面，再往后是丁瑶和4个新成员，最后面则是李三开着坦克压阵。我开车走在最前面，边开车边跟马九爷闲聊着。这时我忽然发现，原本安静的街道上开始有了零星的丧尸游荡。我们都开着车，这几只丧尸也对我们造不成什么威胁，我也就没太在意。可是随着我们的车队越往前开，路边的丧尸就越来越多。等我觉得事情不对，停下车来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就在我们停车准备掉头的时候，路边的胡同里忽然涌出了大量的丧尸，把我们给围住，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然后慢慢的向着我们靠近。这一幕把我震惊的差点掉了下巴。这是战术？这些丧尸竟然会用战术了？我惊讶的说道。难道这些丧尸有智慧了？副驾驶上的马九爷说道。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有智慧，倒像是听命行事的傀儡一样。估计是有高阶丧尸产生了智慧，然后控制尸潮来攻击的我们。这么多丧尸，少说也得有几千只。虽然我们现在有大量的武器，但是只有7、8个人，下车跟尸潮硬刚，无疑是死路一条。所以我连忙拿起手机打给了车队最后面的李三，让他把坦克开到最前面来开路。然后我把驾驶位让给了马九爷，我则是拿着火箭筒通过天窗爬上了车顶上来，开始在丧尸群里扫描，看看能不能看到高阶丧尸。毕竟我卡在强化人类1阶瓶颈已经很久了，如果能遇到2阶丧尸，我还是很想干掉他，然后升一下等级的。不过我并没有在尸群中看到什么高阶的丧尸。这时候李三也把坦克开到了我车的前面，尸群也已经距离我们越来越近。李三在最前面开着坦克开路，虽然有几千只丧尸挡路攻击我们，但是面对坦克挡路的他们只能是被碾压的份。而我们几辆车这是紧紧的跟在李三的后面，围着的丧尸不停的我们的车辆。不过好在这些车都是大聪明集团改装过的，短时间内丧尸并不能对车辆造成破坏。就在我们走到尸潮正中心的时候，有一只比普通丧尸高出好多的红色丧尸忽然出现在尸群中，挡住了李三坦克的去路。李三虽然震惊忽然出现的红色丧尸，但是他并没有管这么多，直接开着坦克就撞了上去。不过我们想象中的这只巨大的红色丧尸被撞开或者是撞死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直接用双爪抓住了前面，跟坦克正面较量了起来。坦克竟然往前开不动了。我看到这情况，连忙跳到了前面的坦克上，
然后拿去火箭筒开着这红色丧尸的脑袋就开了一炮，直接把这家伙轰得后退了好几步，但是却并没有轰死他。受伤后的红色巨型丧尸好像更加的愤怒了，他怒吼着就要向着坦克上的我冲来。我连忙又安装上了一颗火箭弹，不等他冲上来就有朝他开了一炮。这一炮虽然没有砸死他，但是却是让他的伤更重了。这家伙不愧是有智慧，是高阶丧尸，这次竟然没有再次冲上来，而是调转过头直接逃离了。随着他的离开，尸潮也慢慢的散去了。我和李三对视了一眼，都重重的出了一口气，然后我这才回到了自己的车上，开始继续往我们的根据地西山华府开去。尸潮退去后，我们一刻也不敢停留，生怕狮群去而复返，再次把我们包围。不过在刚离开我们被狮群包围的街道没多远的距离，我竟然看到路边的草丛里有几个人影。不过看装束，他们并不像是大聪明集团的人。我的心中一阵诧异，不理解刚才退去的丧尸为什么不攻击他们？他们是谁？我们忽然被狮群包围，会不会和他们有关系？不过我并没有通知大家停车，毕竟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回到根据地。等我们到西山华府的时候，这里已经新成员在把守大门，看到是我们的车队和坦克，连忙把大门口的护栏挪开，让我们开进去。随着车队往里开，小区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人在砍伐树木，有的人在开垦田地，还有的人在空闲的房子里收拾。把车开到了我们住的别墅后，王可欣和丁真正好就在门外。丁真看到李三开着坦克进来后，两眼放光的就跑了上去，这看看那看看。我问他道：怎么把树都给砍了啊？王可欣说道：是李曼让他们砍的，说是这样遮挡物少一些。李曼是谁？我有些好奇的问道。王可欣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在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的女人说道：她就是李曼，也是他们组织之前的领袖，而且她也是强化人类，她增强的是4大基本素质里的灵敏。据说她通过这个能力带领的他们这些人躲过了好几次狮群和别的不怀好意的联盟。说这话，她也来到我的身边。他先是看了看车上的武器弹药，还有这辆坦克后，对我鞠了一躬，说道：谢谢帮主招收我们加入金钱帮，我叫李曼。然后他看了一下王可欣，接着说道：我的基本情况跟王姐刚才说的差不多，我们有380人，以后全听帮主吩咐。我点了点头，把手伸了过去，我握着他的手说道：你好李曼，欢迎你们的加入，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松开手后，我说道：先找人来把车上的武器都搬下来吧，然后把大家都召集起来，我简单跟大家讲2句，见个面。好，李曼答应了一声，然后就去招呼他的同伴过来搬东西了。没一会的时间，把东西都搬了下来，而且李曼知道我一会要讲话，还让人搭了一个简单的台子。不得不说，他做的这点让我很满意。我们一行人站在了刚搭建好的台子上，我站在正中间，我的左边是王可欣、丁瑶和李曼，右边是马九爷和丁真跟李三，其余的300多新成员都站在台下看着我们。其实我讲话也不是为了别的，一是要把武器发下去，二就是收买一下人心。毕竟他们之前的老大是李曼，现在虽然在丁瑶和王可欣的劝说下加入了我的金钱帮，但是人心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李曼现在虽然做得挺好，但是没准拿到武器后就会有别的心思。毕竟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所以开场我先讲了一遍我和丁瑶定制的金钱帮帮规，接着说了一套拉拢人心的套话，然后我就开始了发放武器。为了配合拉拢人心，所以他们每个人的武器都是我亲手发放的。他们380人排成长队，挨个的从我这里领取完武器后，就让他们各自忙各自的事情去了。不过可是把我累得够呛。我们几人回到屋内，我把回来的路上从路边的草丛里看到了人影，而且这些人看服装并不是大聪明集团的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们后，几人听后都皱起了眉头，都不太清楚这些人是什么来历。这时候李曼在一旁说道：如果是丧尸不会攻击他们的话，那他们很可能是银狐的人。银狐？
我有些好奇的问道：“这是什么组织？”李曼摇头说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说他们有一种药粉可以暂时的屏蔽丧尸的感知。”这时候马九爷开口说道：“应该是银狐没错了。前一段时间在地下黑市里传出消息称，银狐有能屏蔽丧尸的药粉，不过售价极高，而且之前他们组织的人也跟我接触过，想要用药粉换取我的军火，不过被我给拒绝了。我估计这次尸潮很有可能是他们引来对付我的。现在我来到了这里，他们下次要攻击的目标很可能会变成这里。”屋内的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咳咳，马九爷咳嗽了2声，打破了寂静，仿佛是在让我做决定一样。我笑着对马九爷说道：“九爷，你放心，既然你加入了我们金钱帮，那么你的侍儿就是我的侍儿。他们引来士群正好，我们几个现在都是1阶，到时候杀几个2阶丧尸进阶。”马九爷听完我的话后，欣慰的点了点头。虽然我刚才很大义凛然，毫不惧怕，但是现在毕竟除了要防御大聪明集团以外，又多了一个银狐需要防备，而且人口忽然增加了这么多，食物储备也不够了，外出找寻食物也得抓紧了。决定好这些，我让丁瑶和李曼带一批人外出寻找食物，我和李三则是带着剩下的人，开始在根据地内修建防御工事。首先把墙上都拉上了铁丝网，而且在周围还修建了几座瞭望塔，上面24小时有成员换岗，这样就大大提升了视野。即便是真有大聪明集团的人攻打来，或者银狐的人引来丧尸，我们也能提前得知消息，从而做出准备。修建完塔楼和铁丝网后，回到了别墅内。这时候丁真找到我说道，他上次给我和李三制作喷火器的时候，忽然想到了单兵飞行器。之前是因为材料不足，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材料充足了，他想挑战一下，所以来问问我这个帮主同意不同意。还真别说，他这个想法一说，我就心动了。如果这能研发成功的话，那基本上完全不用担心丧尸攻击了。穿上这个单兵飞行器，可以快速的穿过尸群，而且还可以在空中攻击丧尸，完全不用担心被丧尸咬到。可以，我连忙点头说道：“你放手去研究，需要什么材料东西跟我讲，我们全力支持你。”好嘞，丁真得到我的许可后，兴奋的跑去做研究了。我刚坐在沙发上准备休息一会的时候，马九爷忽然走了过来，有些激动的问我道：“金元宝，我听他们说你们这里关押着一个大聪明集团的俘虏。”经马九爷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今天太忙都忘记大聪明集团俘虏这事儿了。我点了点头说道：“对，是有一个大聪明集团的俘虏。怎么了，九爷？”马九爷面色阴沉的说道：“带我去见见他，我想问问他知不知道是谁动手害死我儿子的。”我带着马九爷来到了关押俘虏的房间。当一进房间，马九爷看到俘虏就冲了过去，拎起来这个家伙，也不管他身上的伤口疼得哇哇叫，直接恶狠狠地说道：“是你们集团的谁害死的我儿子？”但是这家伙好像并不知道马九爷在说什么，只是一直在求马九爷松手。这时候李三突然跑了进来，慌忙的对我说道：“宝哥，不好了，有大批的丧尸正在往我们根据地靠近，你快去看看吧。”听到有大批丧尸包围过来，我也顾不上马九爷和这个俘虏了，丢下他们就跟李三往根据地大门跑去。大门这里已经站满了人，不过看到我过来后，还是给我让出了一条路，让我走到了最前面。不过这里现在看不太清楚，我连忙爬到了屋顶上，拿过旁边人递过来的望远镜观察了起来。果然在远处有大批的丧尸正在往这边赶来，队伍的最前面竟然还有几个银狐的成员，边走边往地上撒着一些粉末。丧尸就是被这些粉末吸引着前进的。
等我看清楚这些情况后，银湖的人已经吸引着丧尸快赶到我们根据地了。我放下望远镜后，连忙对旁边的人下命令道：狙击手，现在开始瞄准最前面银湖成员，准备射击。收到。狙击手们答应了一声后，开始了瞄准。给狙击手布置完任务后，我又连忙下到地面，开始对剩下的人进行指挥。所有人听我命令，在大门口前面50米组成第一道防线。火箭手、机枪手准备，等待丧尸进入射程后，马上开始开火。收到。众人马上按照我的指挥开始了行动。就在这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拿出手机后，发现是丁瑶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丁瑶的声音就从电话里传来。他简单直接的说道：我们在搜集物资的时候遇到了大聪明集团的人，现在正在跟他们发生冲突。银湖组织的人吸引着丧尸，正在往我的根据地攻来。这时候丁瑶却又打来了求救电话。他说他们搜寻物资的时候遇到了大聪明集团的人，双方正在交战。好在他们的武器比大聪明集团的人厉害一些，暂时还能压制住。不过他想让我派人过去包抄了大聪明集团，给他们来个前后夹击，速战速决。我看着不远处马上就要赶到的尸潮，然后把我这边的情况也告诉了他。他听后沉默了2秒钟之后说道：那我这边争取找到结束战斗，然后回去支援你。说完他就挂断了电话。我的心中有股莫名的压力，总担心他们会出什么事情。此时丧尸已经进入到了射击范围内，第一道防线的众人开始了射击。在数十枚火箭弹的轰炸下，大片大片的丧尸被干掉。不过这些家伙都是嗜血又没有思维的东西，丝毫都不害怕被干掉，还是前赴后继的朝着我们这边冲来。这时候丧尸已经逼近，不能再用火箭弹了，机枪手开始了扫射。不过丧尸这玩意不爆头，基本上不会被一枪干掉。虽然这些丧尸还在大面积的死亡，但是却没有影响他们推进的速度。眼看距离越来近，如果不能及时有效的阻止他们前进的话，那么我就得下命令让众人撤回去防守大门。这样虽然更容易防守，但是却变为了被动，只能在里面守着，慢慢的跟他们磨。我的心里也越来越急，因为我还在想着早点解决掉他们，然后去支援丁瑶和李曼。就在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前几次我对付丧尸，这玩意好像比较易燃。记得之前我自己对付一大群丧尸，只用了几个燃烧瓶就阻止了他们。想到这里，我马上对李三说道：李三，你马上带几个人去库房，把所有的燃烧瓶都拿过来，还有就是把上次丁真给我们做的喷火器也拿过来。好嘞，李三答应一声，就带人去拿东西了。我则是看着越来越近的尸潮。就在这时候，我忽然听到了空中有螺旋桨的声音，我连忙抬头看去，竟然发现有2架直升飞正在往我们这边飞来。从上面的迷彩花纹来看，应该是部队的飞机。我看到这一幕后，身体瞬间僵在了原地，心脏不受控制的一阵猛跳。难道是官方来剿灭我们这个非法武装组织了？就在我愣神的功夫，李三已经带着人拿东西回来了。他也注意到了天空上的飞机，然后连忙问我道：宝哥，这直升飞机是怎么回事？我看了看越来越近的丧尸，说道：应该是官方的飞机，先别管他们，火攻可以有效的克制丧尸。咱们先穿上喷火器打头阵，然后让一部分成员拿着燃烧瓶往尸群里投掷。李三我们2个带着几个成员出了护栏，让塔楼上的成员用狙击枪配合掩护着我们进行火攻。这一招果然奏效，喷火器喷出来的火焰瞬间点燃前排的丧尸，身后的成员也开始往尸群里丢燃烧瓶。这时候飞机也飞到了我们的正上方，不过他们并没有对我们行动，而是偏移到了前面的没有被火焰烧到的尸群上方，开始了扫射。在官方的直升飞机的帮助下，再加上我们整个金钱帮的火力攻击，终于解决掉了这次尸潮的进攻，只剩下一些零散的丧尸。我让金钱帮的成员去清除了2架官方的直升飞机，缓缓地降落在了根据地门口的空地上。
我们目前还摸不清官方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所以我和李三站在旁边，紧张的等待着官方的战士下来。等他们下来后，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来到我们近前后，领头的战士对我们敬了个军礼，说道：“你好，我们是官方第34灭师小分队的。现在我们正在统计所有非官方成员外的武装人员的数量，请你报备一下你们的人数和武器数量等。”我心中一沉，官方要我们的人员和武器数量，这是要做什么？难道是要收编我们？我连忙回敬了一个不怎么标准的军礼，然后说道：“刚才真是谢谢你们了，要不是你们的帮忙，我们也不能这么快的剿灭这些丧尸。”领头的战士说道：“不客气，消灭丧尸本就是我们的责任，不知道官方统计我们的人数和武器是。”他见我犹豫和忐忑，于是开口解释道：“上面说了，特殊时期特殊对待，不会追究你们持有武器这件事情，但是要保证枪口只能对准丧尸，不能对人类开枪。统计你们的人数和武器，只是为了方便以后围杀丧尸的时候让你们协助。”我原来是这样，把我们大概的人数和武器说了一遍。领头的战士把我说的记录下来后，给了我一部手机，说道：“以后有需要你们协助的时候，会通过这部电话联系你们。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再遇到像这次这样的尸潮围攻，也可以用这部电话来给我们求救。”说完后，他们就再次登上了直升飞机，随后飞机缓缓升起，慢慢开走了。等他们走后，零散的丧尸差不多也清理干净了。我对李三说道：“你去开上坦克，跟我去接应丁瑶和李曼，他们现在正在和大聪明集团交火。”好嘞，李三答应一声，没一会的功夫就把坦克开了出来。我又叫了10个金钱帮成员，跟着我们一起开了2辆车，开出了根据地。路上的时候，我给丁瑶打了一个电话，接通电话后，我连忙问道：“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我们刚刚消灭了尸潮，现在已经出来了。”电话那头的丁瑶愣了一下后说道：“我们也刚结束战斗，正在回根据地支援你们，马上就快到了。”果然，他刚说完话，在我的视野中就出现了他们的车队。挂断电话后，我让李三他们把坦克和车都停在了路边，等待着丁瑶车队的到来。不过等丁瑶他们下车后，我竟然发现他们竟然还押着一个银狐的成员。那会我还在想，如果能抓到一个银狐的活口，就能从他们的嘴里逼问出他们是用的什么药粉，只不过没有抓到活口，让他们跑了。没想到丁瑶却给了我一个惊喜。看到这个银狐成员后，我有些激动的问丁瑶道：“你们不是遭遇到大聪明集团了吗？怎么又抓了一个银狐的人？”丁瑶也有些诧异，他回答道：“我们打退了大聪明集团的人后，在回来的路上发现这个家伙在路边鬼鬼祟祟的，于是就抓了起来。没想到他就是银狐的成员。”我高兴的大笑2声后说道：“走，我们先回根据地，然后让这家伙交代出控制丧尸的药粉是怎么回事。”等我们回到根据地的时候，战场基本上已经清理完成了，根据地又恢复原来的模样。我和丁瑶、李曼载着银狐成员来到之前关押大聪明集团俘虏的房间，竟然发现马九爷已经快把他折磨的不成人样了。我和李三连忙把马九爷拉开，这一幕可把丁瑶刚抓住的银狐成员吓坏了。不等我们逼问，他自己连忙说道：“你们想知道什么我都说，千万不要折磨我。”哈哈，我大笑一声说道：“算你识相，那你就先说说你们是怎么控制丧尸的。”由于之前看到大聪明的惨状，所以银狐的这家伙没有一点犹豫，直接把丧尸粉的配方都说了出来。不过这配方也太简单了，就是直接把丧尸火化，都烧成粉末，丧尸闻到自己同类的气味，当然会跟着走。我们众人都被这个简单的配方给震惊了。李三有些不相信的说道：“配方就这么简单？你不会是骗我们的吧？正好我们刚消灭了尸潮，外面有无数的丧尸尸体，我们直接去烧一些尸体试试，不就知道是真是假了。”来到空地上，叫来手下的成员，让他们在空地上搭建了一个焚尸炉。这时候李曼忽然问我道：“帮主，怎么没看到王小姐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忽然意识到了，从我们开始对抗尸潮开始，
我就没有看到王可欣和金碧他俩。我转头看向了李三，李三也连忙摇头，表示没见过。然后他有些不敢相信的说道：“王小姐，她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走，我们先去丁真的房间看看，看看她是不是在帮丁真做实验呢。”说着，我们就跑到了丁真的房间前。可以还没等我们敲门，丁真就抱着一个东西激动的跑了出来。看到我们后，丁真愣了一下，不过随即他便兴奋的说道：“宝哥，单兵飞行器，我好像是研究成功了，这个等下再说。你看到王可欣跟金碧了吗？”丁真挠了挠头说道：“没看到啊。”我的心中有了一股不好的预感。就在这时候，一个金钱帮成员小跑着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些焦急的说道：“帮主，我们在种植区发现了几个大聪明集团成员的尸体，而且后墙还破开了一个大洞。”我们众人连忙来到了种植区的空地上，果然看到了好几具大聪明的尸体，而且还有明显的打斗痕迹，看像是金碧跟他们战斗留下的。而且我竟然还在地上发现了好几个麻醉弹头，看来王可欣跟金碧的失踪肯定和大聪明集团有关系。李三看着地上的大聪明和不远处墙上的大洞，他有点不敢相信的说道：“宝哥，王小姐和金碧该不会是被大聪明集团的人给抓走了吧？”我点了点头说道：“肯定是那会我们对抗尸潮的时候，大聪明的人趁乱破开了后墙。你看这些麻醉弹头，应该就是他们用来对付金碧的。”李三着急道：“那可怎么办？咱们赶紧去救王小姐吧。”我重重的点了点头，然后对着身边的金钱帮成员下命令道：“通知所有成员，带好武器装备，跟我一起去大聪明集团抢人。”等等。这时候丁瑶忽然开口说道：“现在情况不明，我们带人贸然的冲到大聪明集团的根据地，如果中了他们的埋伏，无异于是去送死。”李三听到丁瑶这样说，愤怒道：“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放任王小姐在危险中不管吗？”丁瑶皱眉说道：“通过现场的情况来看，大聪明集团并不是想杀掉王可欣和金碧，很可能是想要用他们两个来给我们谈判，或者交换什么。所以说他们两人现在根本没有生命危险。”我听了丁瑶的分析后，一时间也有了些犹豫，不知道是现在就带人去跟大聪明集团拼命，还是先跟大聪明集团的人谈判。这时我看向了一直没有说话的马九爷，他之前是黑市老板，作为老江湖，而且还和大聪明集团有仇，比我们都了解大聪明集团。马九爷沉思道：“我的看法和丁瑶一样，先联系大聪明集团，看看他们想要干什么，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打算。”我又看向了身边的李三，他脸色难看的咂了咂嘴，没再说什么。我也接受了丁瑶和马九爷的提议，然后我再次对手下说道：“带人先把后墙这里修好，然后安排一队人负责巡逻。”回到别墅内后，我让人把大聪明集团的俘虏带了过来。由于他已经被马九爷折磨了大半天了，现在又看到我们一群人都面色难看，以为我们要弄死他，所以他连忙跪地求饶，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诉道：“千万不要杀我啊！你们让我做什么都行。”李三看了他一眼，狠狠的说道：“你们该死的大聪明集团竟然绑走王小姐和金碧，把你们领导的电话告诉我们，我们要和他谈判。”这家伙连忙把他们经理的电话告诉了我，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过去，铃声响了好几声，电话里还传来了一个不耐烦的中年男人的声音。我直接对着电话说道：“我是金钱帮的帮主金元宝，今天你们的人来我的根据地，绑架走了我的伙伴和宠物，说吧怎么样才肯放了他们？”没想到我说完后，对面就大笑了起来。金帮主你好，对，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不过这件事情是我们董事长直接下的命令，我会把你的电话号码上报给他，到时候他会亲自打电话跟你谈。说完不等我再说话，他就挂断了电话。见我挂了电话，李三连忙问我道：“宝哥，他们想怎么样？”我摇了摇头说道：“他说他们董事长会亲自给我打电话。”